既然先生不肯说，那我便先告辞了。我没有利用你。通州之时，你曾问我，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利用？对其他人或许如此，但对宁儿你，我又如何？当年上京之时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每次是与旁人不同。先生不必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。京中诸事，先生数次相救，比起来，我那一点恩义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遇人危难，无论是谁，学生都会出手相帮的。也是。张哲端方，但太冷太直，与你本就不合适。失之，未必不是幸事。学生之事，又与先生何干？你若能坦然接受，我又何必跟你多费口舌？宁儿，你方才说命运难以掌控，但谢某一路走来，没有一件事不是狭路求生。20余载，与命运相争，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向命运低头，你又有什么理由向世间的规矩妥协？先生为何要与我说这些？你是我的学生，我不想看到你困于抑郁，失了常心。宫中的课虽然停了，但你的情谊初窥门径，不可就此放弃。从明日起，继续来我府中学琴。先生，这件事情，我已经跟你父亲提前说过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再说，黄州之事，我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慢走啊！林万佑，这正所谓长江东水滚滚流，千古英雄难说休。诸侯分战一朝空，我辈英才。行了，老拳头，怎么又是诸侯混战呢？有没有点新鲜玩意儿？这个坏了！再不去的。哎，诸位，我都听你了。稍安勿躁嘛。说起这新鲜事啊，小老儿倒是听闻了一桩，这不是旁的，正是咱京中贵女的风流韵事。不过这其中嘛，不免有一些不雅之事，恐怕就……你怕什么呀？小爷我就爱听荤的。哪家姑娘的事啊？说来听听。哎呦，谢谢公子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书归正传，话说，当日啊，这剿灭逆党的功臣自通州凯旋，殊不知啊，这其中藏了一位未出阁的闺中女子。她年方19，正值这妙龄啊，因着旧日私情，那一夜
入得大牢之中，与这情郎私会呀！真是精彩啊！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父亲有事唤我正赶着去谢少师府上学琴呢。哦，跪下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今日啊，我与你母亲到礼部尚书家去吃酒，对方呢请了一些戏子来唱堂会。这礼部尚书府的老太君呢是个爱热闹的性子，便点了出新戏来听。可谁成想，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？你掺和通州之乱，跟着一群男子在外辗转数日之事都被传出来了，整个江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父亲，您刚才说唱堂会的是哪一家？礼部尚书府，怎么了？通州这些事，知情人只有张大人、谢少师，还有薛氏父子那边。在这个时候传出这样的流言，定是有人故意为之。女儿猜测，只怕是薛家所为。好，就算是薛家搞的鬼，但你问问你自己，若非你平日轻狂梦浪，何以弄出如此荒唐之事？母亲的意思是，旁人算计我，倒是我的错了。若非你胆大妄为去了狱中，怎么会卷入此等是非？而若非你当日在燕家冠礼之上，胆大得罪了薛家，堂堂的国公府又怎么会跟你一个闺阁之女斤斤计较？难道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，你不应该自省一下吗？母亲如此动怒，只怕不是为了我，而是担忧江家的名声和长姐的婚事会受我所累吧？夫人，夫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母亲不必担心，祸是我一个人闯的，我会自己解决此事，绝不会连累江家和长姐。我们怎么会生出一个如此大逆不道的女儿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夫人，我知道你也是心疼她，可是你也知道宁丫头她的性子就是这么倔，你何必说出这样的话来刺激她呢？再说了，这次的祸事恐怕并非因宁丫头而起呀。老爷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次礼部擢选临淄王妃，惠丫头也在其列。惠姑娘，方才听说夫人被二姑娘气得不轻，老爷下了禁足令，不让二姑娘出门呢。父亲可有说要禁足几日？姑娘何苦为她担心啊？本就到了姑娘们要成婚相看的时候，这会子二姑娘的流言都传遍京城了，定会连累姑娘。姑娘不为自己和临淄王殿下忧心，还管他做什么？胡闹！江家本就是一体，宁妹妹受气，我又怎能独善其身？姑娘，我错了。姑娘，你去哪儿？此事只怕是因我而起，薛家想要我知难而退，都怪我连累了宁妹妹。我要去同母亲说清楚。姑娘，不可！您若是说了，夫人定会知道您与临淄王殿下私相授受之事，以夫人的脾性，定会让老爷撤了您的参选资格。大姑娘，门房上有人递信给你。你闪开！你别拦着我！先生好神故度，需要静心。你能有什么紧要的事儿？别打扰先生。懂个屁！耽误了他的事儿，咱们都得遭殃。不行，你放开我！住手！你放！到底发生何事了？
我一直想找机会和江大姑娘单独聊聊。聊什么呢？近日京中的一场好戏吗？姑娘果然是个聪明人。规格名声于女子而言有多重要，薛姑娘难道不知吗？那又如何？江雪宁本在此局之外，她本不必受这无妄之灾。既然有人不知天高地厚，那我不妨教一教姑娘，知难而退这4字该如何写。薛姑娘，你已是太后择定的临淄王妃，为何还要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？你就不怕世人知你所为悠悠众口吗？悠悠众口？江雪慧，以我薛家权势，谁敢论我半句？既然王妃之位已是你的囊中之物，你为何还要做出这种事？我能左右太后的心意，但临淄王的心意，我左右不了。江姑娘怕是不知道吧？临淄王已将对你的情愫说到了太后面前。姑母以为一个侧妃之位便能打发了你，但我知道，以临淄王殿下的性子，一定会不管不顾将你迎为正妃。届时我、薛家、姑母皆会颜面扫地，我绝不会让此事发生。所以你今日叫我来，是想让我放弃参加选妃？不错，只要你放弃，江家的太平和江雪宁的名声就都能保得住。薛姑娘，在你心里，为的究竟是临淄王殿下，还是那个位置？这重要吗？找个人送去宫里给正宝，让他转交给临淄王殿下。姑娘，这件事找临淄王殿下帮忙能有用吗？薛家选在这个时候动手，败坏江家名节，目的很明显，就是不想让江雪慧参选。他那个性子，向来把江家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他一定会为了江家太平而放弃。所以这件事，只能交给临淄王解决。姑娘，这是要帮大姑娘？不是帮她，我是为了自己安心。这该是她的，就该还给她。更何况，有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欺负到我家头上来，本姑娘的性子自然是忍不得。珍儿，你可回来了。娘，今天啊，来了很多自称姚家的人，送来了这么多东西，娘一点都没敢碰啊。娘放心吧，且先放这儿，孩子会处理。娘看着这些东西，好像是定亲礼呀。珍儿，你要是想成家呀，不必顾忌娘啊。娘这些年呢，给你攒下了不少的聘礼，我一定不会让过门的媳妇儿受半点的委屈。娘，你跟娘说句实话，你不喜欢姚家的这门亲事，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姑娘了呀？哪天把她带来，让娘也看一看啊！我相信，我儿喜欢的这个姑娘啊，一定是世上最好的姑娘。怕是要让老师失望了。提优之事，不仅是应着国法，更是为人子者该有之孝心。学生愧对老师的栽培，但学生还不想回朝。今日前来，是有另一人想见你。
见完之后，或可让你改变心意。谢少师设计让张某追查定国公之事，已提报给圣上。少师大人身上疑点重重，张某只字未提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我做什么？张大人的所作所为，谢某感激不尽。但谢某今日前来，为的是宁儿。江姑娘之事，与我无关。薛家有人将宁儿参与通州之事泄露了出去，眼下京中流言四起，这里面的几家酒楼就是流言的出处。但眼下谢某正值追查薛家疑罪的关键之时，不便出面。张大人主刑部，圣上又免去了张大人的丁忧之妻，而且此事事关朝廷贵女名节，张大人去查，名正而言顺。此事虽和张大人无关，但通州之行，宁儿为张大人以身挡剑，这一路行来，到底是有几分真心实意的。张大人当真要袖手旁观吗？怎么了？他踢我。是吗？让朕摸摸。哎，殿下，圣上与贵妃娘娘正在休憩，殿下切莫冒犯呀！殿下，圣上，臣弟冒犯圣上，罪该万死，但请圣上成全。你先下去。是。你好歹也是王爷身份，夜闯御书房，成什么样子？臣弟一生，处处受着束缚，护不住朋友，求不得自由。如今就连婚事也要受人摆布，这王爷身份，我不要也罢。林子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是圣上最疼爱的弟弟，有什么事啊，且慢慢说。皇兄，臣弟已是无计可施了。母后和薛家一个个都要逼我娶薛叔，可在我心里，我早有主意之人。若不能娶她为妻，臣弟宁愿一死，只求皇兄成全。荒唐！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皇兄，臣弟所言句句真心。臣弟已经同母后说了无数次，我对薛叔并无半点恋慕之意，可母后还是执意要选薛氏女做王妃。现在唯有皇兄能替臣弟做主了，求皇兄开恩，全了臣弟的心意吧。你，圣上，哎呀，殿下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来人，来人，快先将殿下请下去，有什么事明日再说啊。皇兄，求求你了，皇兄，皇兄。殿下少说两句吧。皇兄若不答应，我便一直跪在殿前，等到你答应为止。皇兄，圣上，林子王殿下平日温和，哪里有过这般模样？他呀，只是思慕心切，你就别跟他置气了啊。朕所担忧的又哪会是这件事，而是母后的用意。她费了这么大的力，一定要让沈介娶薛氏女。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只怕薛家的胃口已经太大，大到已经容不下朕和你们母子了。朕这母后心里关切的从来都不是我们，而是永远不变的权力。
老爷。好，你退下吧。父亲。来了，你看看这个。告老还乡。父亲近些年仕途顺遂，正是一展抱负之时，为何突然要辞官还乡？两派相争，燕家落败，薛氏擅权，圣上对薛家有所忌惮，而咱们江家既不结党，也不掌兵权，所以这尚书之位才落到了我的头上。可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薛家才敢因你姐姐的缘故对你出手。父亲都知道了。我眼不瞎心不盲，有些事情自然心里清楚。这薛家早就将临淄王妃之位视为囊中之物，虽然临淄王大闹御书房的事情被圣上和太后压了下来，可这朝中又能隐藏出多少秘密呢？这朝堂争斗，伯爵云贵，就连燕家都落败了，我又如何护得住你们呢？倒不如尽早抽身离开这是非之地。父亲不可，通州之事却是女儿鲁莽，纵使薛家发难，那也是我的过错，哪有父亲辞官离京的道理啊？你不许胡说！如果你认下此事，将来你如何议亲？那便不成亲。这更是胡话了。你一个女儿家，怎么可以不成亲呢？父亲与薛家在朝堂博弈多年，难道薛家的手段您还不清楚吗？江家与薛家仇怨已经结下，一旦薛家大权在握，纵使我们远避相间，薛家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你所说的这一切，我又何尝不知呢？但这薛家，上有太后相护，下有百官拥趸，想要与之抗衡，谈何容易？你丫头，我只有慧儿和你2个闺女，只要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，这尚书之位，不做也罢。这是做什么？人活世间，女儿曾以为自己是最为难的那一个，但此刻惊觉，除了自己，我好像很少好好体察过他人的难处。父亲身处朝堂，更是如履薄冰，您的苦楚，女儿该早些明白的。是女儿任性妄为，才给家里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女儿的过错，该由女儿自己来扛，不该由父亲来牺牲。哎呀，好了，这怎么说着说着眼睛还红了呢？我这心里哪有你说的那么苦啊？好了，这些事情我自会好好考量的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那女儿先告退了，父亲也早些休息。好。这几日朕深感不适，若无大事，便将奏折先呈上来，待朕看过之后再议。启禀圣上，臣有本要奏。江尚书，何时奏上？回圣上，臣要参定国公薛远3年前贪没赈灾粮款，致使江南灾民饿殍千里，酿成惨案。江伯友，
此事3年前就已结案，乃是你户部一力主使。你现在旧事重提，还把罪责推到本宫的身上，你居心何在？若国公问心无愧，又何惧这旧案重审？一派胡言！圣上，老臣冤枉，还请圣上给老臣做主。江青，你可知你今日参的是谁？若是诬告，莫说是你一人，就是你江家满门，那也是重罪。回圣上，臣知道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可有何证据？禀圣上，臣已寻到了牵连此案的人证，而且他现在就羁押在刑部。臣请圣上准许。圣上，现在京城四处流传，江氏一门门风不正，修身不明，所以老臣认为他根本就是为了平息他江家的祸事，才重提旧事，祸水东引，还诬告老臣。若圣上不降罪于他的话，那么不正之风必起，必导致朝廷乱象丛生。请圣上降罪江尚书，以正视听。圣上，江尚书诬告攀扯，居心叵测，当处重罪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圣上，臣亦有本要奏。长哲，你的事稍后再议。圣上，臣要禀的正是与江尚书定国公相关之事。周大人，此事真是如此。长哲，你奏折上所说之事，可属实？圣上，臣所禀，无一句事实。好一个无一句事实！定国公，薛府干的好事！圣上，臣与谢少师曾共通州平乱一事，期间江尚书之女误被卷入此事，被迫与臣深入敌营。此一事本是义举，可国公之女滥用新武卫职权，将此事编造以污言秽语，于京中9寺瓦舍之处广为流传。其意便在于败坏江氏之名。臣走访京中数日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说是何人指使？这些字都是小姐写的，是小姐让我给他们送过去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，大人。还有谁参与？说。小姐还让新武卫去威逼利诱他们的家人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大人。还请圣上裁断。圣上明鉴，此事因涉及女子名节，臣曾与通州案件相关之人协定，不可对外提起。江姑娘深明大义，为国事险些命丧通州，为保家声，更是不图恩赏。此等忠义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万不该蒙受流言之祸啊！定国公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圣上，此事老臣绝不知情，其中必有不实之处，还请圣上。奏折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一举一动皆是新无畏所为，你还在狡辩？国公，王妃遴选，既是家事，亦是国事，理应由圣上裁断。薛氏女，如若真的德才兼备，自会当选。国公又何苦如此呢？圣上，国公所言，无非是爱女心切，还请圣上息怒。好一个爱女心切！朕看，国公是把国事当成自家私事，把新武卫当成薛氏家奴了吧？圣上，老臣绝无此意，还请你究竟何意？一查便知。谢魏张哲，朕令你2人前往新武卫衙门彻查江尚书所参3年前的旧案，还有通州军营失窃一案，一并详实查证。朕倒要看看，这新武卫之中究竟还有多深的水。
臣遵旨。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居然敢瞒着哀家做出这样的事儿来，你还让人抓了把柄！请姑母明鉴，此事与淑儿无关。姑母，跟你无关。你是哀家一手调教出来的，哀家能不知道你的手段？哀家3番5次的告诫过你，在选妃之前，断不可再生出任何差错。那江雪会是什么东西？值得你这样自降身份吗？哀家就是这样教你的。姑母息怒，我也是担心殿下，害怕他被人蛊惑了心智，在选妃时闹出难堪，还请姑母看在薛家的情分上，再给淑儿一次机会。情分？哀家将你自幼带在身边教养，为的就是薛家。你呢，几次3番的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。上次玉如一案，哀家就告诫过你，做事务必谨慎，不可留下端倪。你这次居然让张遮当庭揭穿了你的下作行为，你把新武卫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姑母，淑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。你滚！姑母，淑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，淑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。娘娘，犯不着拿别人的错处同自己过不去，您凤体要紧呐。是否真的是哀家看错了人？老爷，混账东西，让我薛家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。你看看，你养的好女儿。老爷，要不我们求求太后娘娘吧，她一向疼淑儿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要是没有把柄的话，那还好说，可现在都是痴人说梦。我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丢了薛家的脸，我做这一切，难道不是为了薛家？江雪您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女儿，上不惧以卵击石，当庭状告。可父亲您呢？您害女儿丢了王妃之位，误了薛家筹谋。可女儿难道说错了吗？她江雪宁前往通州与逆党厮混，分明是朕。该名声毁尽的是她，不该是我。愚蠢的东西！敢跟我顶嘴！厮混逆党，还是忠义经国，那全在圣上的一句话。你以为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能抵得过圣上的金口玉言吗？父亲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谢威和张遮带着禁军往新武卫衙门去了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不得离开薛府半步，好好反省。淑儿，我看看。谢少师、张遮，你们这是何意？自是奉旨查案。今日圣上在朝上刚下的谕旨，难道国公这么快就忘了吗？查案可以，但你们带这么多禁军，是什么意思？江尚书所参涉及国公，我与张大人自然是要从新武卫相关人等和历年卷宗查起，但此处毕竟是行伍之地，未免有小小之辈从中作梗。圣上特允谢某带禁军前来，怎么，国公连圣上的旨意也要抗？走。
老爷，你怎能如此糊涂呀？那定国公薛远是什么人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可是当今圣上的亲舅，太后同母的胞弟呀。哪怕他薛家倒了，那太后还在呢。今日若非张大人和谢少师为你在御前说话，你觉得你能全身而退吗？好了，夫人，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骂我的，我是想让你知道，这次流言确实是薛大姑娘所为，这起因嘛，正是灵子王选妃之事。他这次针对的不是你丫头，而是……老爷，夫人，大姑娘来了，说是来请罪。是女儿，女儿与灵子王殿下有了私情，引起了薛氏忌惮，才惹出这诸多是非的。夫人，不可呀！你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怎么如此糊涂，做出这种有辱门楣的事情来？你，哎呀，夫人呐，有话你好好的问，不要动手打他嘛！啊，母亲，我与殿下始于情，止于礼，绝未做出任何逾越之事，请母亲相信我。哎呀，是了是了，夫人啊，自家的孩子养到这么大了，慧丫头的品性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好，你现在主动来承认，我姑且不罚你，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，退出选妃，从此再也不见灵子王，免得搅进那些是非里。起来，慧儿，你一直在母亲身边，从小就是乖巧听话，从不违逆。这一次，便也听母亲的话吧。母亲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我不会害你的。灵子王夜闯御书房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吧？他为了你违逆太后，冲撞圣驾。你该明白他的心意。他的心意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也一直都相信。那你在害怕什么？薛家，你该明白，余恶躲不是办法，这也不是一时一刻，而是你一生的姻缘。那你觉得我应该坚持吗？不是我觉得。江雪慧，你压抑了10多年，也是时候该问问你自己的心，到底想要什么。事在人为，若没试过，又怎知道不可以？只要你愿意参选，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余下的路，自由我来走，好吗？请恕女儿不孝。女儿从小到大什么都听您的，但这一次，我想跟着我自己的心走，就这一次。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夫人，请母亲成全。夫人，杨妈，拿家法来！哎，不至于啊！哎，我知道夫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家上下的平安，可是你也应该知道，这薛家权势再大，他也不能只手遮天呐。这人有的时候啊，一味退让换来的不见得是平安，反而是别人更加过分的欺凌啊！再说了，夫人，现在这选妃的名册他已经定下来了，没有人能改变得了啊！好的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一个个心气挺大的，都不怕死吗？你们都姓江的对吧？哎呀，只有我是外人。夫人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管了。母亲，快别喊我母亲！我带大的慧儿，没有这么忤逆不孝。夫人，
大姑娘因选妃之事顶撞了夫人，之后她便自己罚了自己，一直在祠堂里跪着。不过她也没答应夫人放弃选妃，真没想到，大姑娘还有这么执着强硬的一天呢。或许这才是内里真正的她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她终于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了。听说夫人这次连老爷的气都生了，都不让老爷进屋了。这也难怪夫人，这次的事听上去确实惊险。不过听说多亏了张大人和谢少师相助，才能平安无事呢。何人夜闯京城？边关急报，请见圣上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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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是大越贼子，前脚派使臣成了国书，提议联姻，后脚便急兵边境，屡屡挑衅。圣上，大越此举分明隐含着威胁之意，是在告诉我大前，若不许之以利，便要动之以兵，尽显豺狼本性。圣上，大越自太祖年间便被驱逐出我大前境外300里，多年来燕家军半数兵力驻守边关，以震慑大越。如今这平白无故的，大越何来胆量犯我边疆呢？姚大人有所不知，这边关兵力本该3年换防，如今燕氏流放失了主帅，所在驻扎者伤亡惨重。若按旧例与通州之兵力轮防，则需大批军饷。大约定是眼见如此，才起了异心。江尚书，臣在。如果现在与大越开战，户部可以筹措多少军饷？回圣上，近3年间，怀州水患，黔州蝗灾，朝廷屡次减免税赋，所以现在正是国库空虚之时。若要兴战的话，恐是为难呐。轮防不行，开战也不行，难道就等着大越兴兵南下犯我大前？圣上，老臣愿领兵前往边关攻换甲胄，请圣上应允。圣上，臣以为不妥。哦，为何？战事主要在兵，而兵事主要在帅。定国公久为领军，疏于兵事，对边关战况并不熟悉。且江南赈灾款贪墨一案尚未查明，国公仍是戴罪之身。若此时挂帅出征，怕难堵天下悠悠众口。张哲，那你是要让我大前忍辱退让，送公主前去和亲吗？这领兵之事，事关重大，还需慎重。听卿所言，你有更好的举荐？圣上，若我大前真要与大越一战，为国计，为民计，燕穆老将军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哼，荒唐！圣上，勾结逆党就等同于忤逆犯上。那燕穆已流放千里之外，哪里还有资格统帅3军呢？臣虽有过在身，但臣对大前、对圣上是忠心不二。臣愿领兵前往边关，戴罪立功，为圣上尽忠。就算是马革裹尸，也在所不辞。罢了罢了，此事朕再思虑一二，容后再议。薛远，就他那一把年纪了，被酒色掏空的身子，带兵打仗，骗鬼呢吧？这薛远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，这请战之策，怕是没那么简单呢。他手中私兵不少，若趁着这次机会带兵北上，经过几番战损之后，便可悄悄将自己的私兵纳入军队，这就成了他控制大前的筹码。这老王八果然阴招不断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今日在朝堂之上，我本想趁着这大越
进犯边关的契机迎回侯爷和燕陵，没想到这张遮也有此心，早我一步向圣上进了言。圣上答应了。圣上要是答应了，他还用得着那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吗？啊，没答应啊。那圣上不会真的让公主和进去吧？还是说让薛远那个酒囊饭袋领兵去啊？薛家对圣上而言是豺狼，燕家在他心中又何尝不是虎豹？他费尽心思才拿回燕家的兵权，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让燕家起复的。圣心难测，这开战还是和亲，全凭他一念之间啊。夫人，您真的不去看看大姑娘吗？她那么喜欢跪，就跪着呗。夫人，其实事情未必有您想的那么严重。别家的适龄女儿不也去参选了吗？薛家总不可能谁去就害谁啊。但别家的女儿没有得罪薛家，更没有跟临淄王有私情。闹到现在，圣上和太后都知道此事了。我辛辛苦苦教养她10几年，可不是让她去跳火坑受苦受难的呀。夫人，外面有人自称是长公主殿下，此时正在前厅。这长公主殿下好端端的，怎么跑到咱们家里来了啊？夫人不必担心，看着不像是出了什么事。殿下一个随从都没带，打扮的更是有些……走吧。江夫人，臣妇参见公主殿下。不知道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寒舍？微服出访，夫人不必拘礼，我是来找宁宁的。哦。殿下怎么突然出宫了？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啊！二哥的婚事扯出那么多糟心的事儿，母后现在又不让你们进宫陪我了，我一个人实在是闷得慌，便向母后央了1天的假，出宫来玩。殿下难得出来，那我今日就当一回殿下的向导，带你好好玩一番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带银子，今日吃定你了。这里果然有京城最美的景色，怪不得燕陵以前总跟我吹嘘，原来宫外竟这般精彩。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困在牢笼之中，外面的人拼了命想挤进去，可一入宫门才发现，竟是此生难回。是啊，谁不愿意离开那儿呢？只可惜燕陵有的选择，而我……殿下。往日你瞧着我开心，其实那是我装出来的样子。宁宁，一开始你也同他们一样，觉得我就是个爱繁华热闹、娇气跋扈的公主吧？其实我知道，我呢脾气不好，学识不好，旁人敬我畏我，但不会与我交心。只有你和燕林会同我说些真心话。如今燕林走了，二哥就快选妃成婚，二叔又弄成这样，母后与皇兄之间也是暗流涌动。我原以为我只要这样快活下去，这些事都能与我无关，可惜啊。人生在世，自然各有各的责任。殿下生而高贵，免受寻常人家饥寒之苦，又能成日与亲人相伴，还结交过许多朋友。虽有这些烦恼，但也算得上是幸运的了。幸运吗？
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生在帝王家，我也想离开皇宫，去寻那海阔天空。殿下，你今日究竟怎么了？可是宫中发生什么事了？才没有呢，这不是与你闲聊吗？等日后有机会，我让皇兄下旨，准了你我出去游山玩水，蜀中、金陵，还有那南面海上，我们都要一同去看看。那可一定要叫上燕翎。对，到那时候，燕翎一定已经成为大将军，配宝剑，穿金甲，护送你我二人离开京城，一辈子也不回来。好。殿下，是时候该回宫了。不是准了我1日吗？怎么时辰还未到呢？天色已暗，圣上与太后娘娘都在担忧殿下的安危。若殿下还想再待一会儿，我等在此护卫殿下周全。不必了，我这就跟你们回去。是。宁宁，我先回去了。最近宫里事多，你便不要入宫来了。殿下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一切安好，你就放心吧。走吧。这。公主今日好像不太对劲，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我怎么了？我们方才听长卓说什么？他说听到消息，大悦城国叔提议联姻，圣上在考虑和亲之事。难怪他今日，可是为什么又提前了？什么又提前了？不行，我要入宫一趟。哎，姑娘，您说什么胡话呢？宫里这个时辰早就落月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大悦，和亲。他会死的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先生，啊，坐吧。公主要和亲的事，先生知道了。圣上还未下旨。先生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你今日过来是质问我吗？先生，公主不能去和亲，正因圣旨还未下，还有机会能改变。你想搅进这件事里？他待我有多好，先生知道的。方才在来此的路上，我听到了一些言语，心生一计，但我又有一些犹疑，故想问一问先生。不如先下一局。我不善下棋，做不到一步多算，
不是先生的对手。下棋需算计，确系一法。但如果讨论围棋，更多讲的是势，算计乃是术，若能得势，方为得道。是。棋盘若将遇，棋子若兵卒。自古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子得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若积久成势，则难以疏导，继而成患。是以执棋者当因势利导，如治民治水。人和棋子能一样吗？棋子由执棋者拨弄，可人心却是各有一颗，自己长在肚子里。下棋能拨弄棋子，可人心若说要拨弄，时势推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人心向背虽然难料，但若不慎思明辨，旁人稍加煽风点火，心随势走，又有何难？学生明白了，多谢先生。不问了。已有了答案。不过学生想向先生借一个人用用。看看那薛氏，真是一群废物。他们处心积虑搞倒了永义侯府，导致边关无人可用，不能拒大越与关外。现如今，人家逼到了关外来，还要堂堂一个大前朝，推出个女儿家去和亲，才能保一朝平安。真是太有骨气了，办得太漂亮了。启凡兄，酒可以乱喝，话不能乱讲啊！你喝多了。翁某清醒得很，要按翁某说，祸是谁闯的，就该叫谁去填。干脆让薛氏的女儿去大越和亲，不好吗？样貌也好，要身份也有身份，这大越肯定高兴啊！哎，启凡兄，咱们换个地方啊！人多眼杂。没喝呢，没事，走，没喝多，换个地方啊！哎呀，方才那人我知道，常来曾霄楼喝酒。听说还是个举人，叫翁昂，大伙叫他翁启凡，才华高得很，所以啊，恃才傲物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哎呀，怎么，江二姑娘，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不是吧你？看上他什么了呀？明星。啊？市井之中，1、2人之言或许微不足道，顷刻便会被埋没无息；但千人万人之言便不同了。我找你来，便是为此。你想左右民心啊？不是左右，是因势利导。民心本就存在，每个百姓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。翁昂如是，其他人亦是。对于大越的毁盟滋扰，对于公主和亲，对于薛家作为，百姓之中本就有许多谴责反对之声，只是这些都太散太弱。我想要的是让百姓的声音放大，聚成洪流，成为阻止公主和亲的力量。你混迹市井多时，该是认识一些人吧？这事啊，包我身上。不过吧，什么？要是想人多点儿，得要点这个。3万两，不够再找我拿。这，真的假的呀？看不出来呀，你这么有钱。原本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用在了此时。不过你这事你找别人也行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因为你姓薛啊，万一被人抓到，也是薛家的锅，与江家无关。
事情查得如何？江尚书说了，那桩旧案藏得很深，因为朝廷赈灾的银两都打着特定的记号。我用生意场上的人脉去摸查，在黑市上找到了专门核销印记的银行，这才有了线索。说是当日薛家贪墨之后，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的军需。通州军营的军械，还有此处的军需，这薛远到底养了多少兵？不是，他囤这么多兵干嘛呀？造反啊！他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此人急功近利，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。而且薛远心思极深，恐怕连太后也一并瞒了去。若真是如此，咱们对付薛家的计划就需要调整，免得他们狗急跳墙。宁儿那边怎么样？任姑娘大气，豪掷几万两，连眼睛都没带眨一下的。她为了救公主啊，真是什么都舍得出去啊！先生，外面周云之求见。周云之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谁啊？是个新武卫。新武卫？不是，来找你干嘛呀？他来自然有来的道理。周银之见过谢大人。周大人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实不相瞒，在下因为几次相助于二姑娘，在国公那边已经是受到猜忌了。我现在在新武卫这儿，上上下下都受到限制，所以今夜特地前来想请教谢大人，银之往后究竟该如何行事，还望您给指条明路啊。我曾听闻，这定国公在京城附近养了一些未登记在册的新武卫，刑部最近也一直在追查此案。若周大人真有心弃暗投明，不如先细心寻找一些证据，届时我上报圣上，一定不会忘了周大人您的功劳。谢大人的意思，银之明白了。听说了吧？圣上近来在重查3年前的江南赈灾款贪墨案，据说那幕后之人正是那薛国公啊。是啊，当年江南死了那么多的人，若真是这薛家所为，那可不能放过他们呀！这事儿可大了，我跟你说，如果说当年这薛家可不止贪财，还一心揽权，严家就是因此被迫害。若是永义侯府还在，何至于要送公主去和亲？听闻前些时候，那薛大姑娘滥用新武卫职权，用流言陷害他人，事发后却未受到半点处罚。难道这就是他薛家的特权？凭什么就不是薛家把自己的闺女嫁到大越？这叫什么世道？对呀，什么理儿啊这是？若是真要和亲啊，就得让薛家的女儿自己去。让薛家去，你说对不对？凭什么知晓？这叫什么事啊？薛家只想不担责任啊！就是啊。哼。哎，薛大人，京中对薛家的言论你有没有听闻？什么言论？谢某近日事忙，未曾注意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坊间流传薛家的罪状，要让薛家交代，还说让薛大姑娘替公主和亲。总之，是对薛家很不满意。事情非一时常有，过不了多久自然会散。况且这些事，薛国公自会处理，无需你我操心。是，我们查我们的便是。你觉得这薛家的诸多罪状是什么人偷出去的？参与查案的人众多，被查的新武卫更多，谁都有可能。源头恐不可追。苏兄刚才所做的诗，真是绝妙啊！妙啊！如果在意境上再好一点。你就是温昂？
在下正是，请问公子是？你怎么打人呢？就是你大放厥词，在外面非议我们薛家。哦，原来是薛家公子啊！来，大伙快来看一看啊，看看翁某说的有没有错。这薛家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薛公子此刻的行为就是最好的佐证。翁某也算是功名在身之人，你就敢当街打人？若是换了你们寻常白衣，还指不定他会做出什么事儿来。你再胡言乱语，本公子就教教你如何做人。我等寒窗苦读10余载，辛苦考取功名，为的是替大道正名，是替不公发声，不是像你们这些强权屈膝求饶的。我翁某今日就算被你打死，也不改此言。好啊，还是个硬骨头。本公子今天就带你回去松松筋骨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放开！放开！你们薛氏一族都是败类，抓了我也会这么说。如今的朝堂，难道是你们薛氏一家的吗？啊！大家快看啊！薛氏心虚了，竟然想当街杀人灭口！你们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理吗？大家说是不是？还有王法吗你？走，放开我！不要他跑了！有本事你不要跑！哎，大伙拦住他！薛氏败类，有种你不要跑！站住！都听到了。哎呀，你让我把翁王的消息透给薛烨，就是为了这种众怒局面？薛家终究是以武立身，不懂文人傲骨，更不懂文人之怒。这翁昂可不是他薛烨能打之人，他薛家就等着天下文士的口诛笔伐吧。你就不怕那个翁昂真被他们打死啊？先生不是派了刀琴保护吗？死不了。但是会疼啊！唉，难怪连他那样的人都会被你拿捏，真够狠心的。混账东西！我让你好好在府里待着，你还给我出去招惹是非，你是嫌现在的麻烦不够多是不是？父亲，是那翁昂实在太过分了，他仗着举人的身份到处非议我们薛家，还说我们薛家是狼子野心，就该让阿姐去大悦和亲。和亲事小，我薛家倾覆势大，连这点轻重你都分不清吗？就你这个样子，还想做我定国公府的世子吗？父亲，父亲，孩儿知错了，孩儿知错了，求父亲再给孩儿次机会吧。去，堂堂男儿郎，成何体统？给我起来！父亲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呀。父亲是说，顺着众议，让阿姐去和亲？求姑母救救爽儿，爽儿真的不想去和亲，求求姑母。倘若当日你为使那昏招去陷害姜氏，未牵扯到薛家，哀家今日或许还能够保你。毕竟薛家势大，若送你去和亲，就像在圣上心里扎了根刺。他也不希望薛家和大越勾结，可你倒好，亲手把刀子递到了圣上的手里，让他有借口来削弱我们薛家。不过你那个昏招倒是阴差阳错的试探出了圣上的心意，你留下的烂摊子还有哀家来替你收拾。和亲之事，哀家就是有心也是无力了。今日愿意见你，是看在你在殿外跪求了几个时辰的份上，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儿去那凶险的大越和亲吗？旨意是哀家的骨肉，他去得，你为何去不得？天下无父子，是你太蠢，不是哀家太狠心。姑母，
姑母，求求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。黄日礼，来人！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。避世宫里太监不仔细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哎呀！给我吧，宫中的路我都认得，想一个人进去，我自己出宫便是。是。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呀。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去那凶险的大月和亲吗？你把辛无畏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混账东西！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圣上，今夜在何处安歇呀？秦贵妃的身子越发重了，今夜若再不去看她，恐怕她又要过来闹。圣上，定国公府薛大姑娘有要事要面见圣上。叫她进来。是。圣上，那秦贵妃那边无妨，晚些再去也不迟。表妹对朕这个表哥向来是不亲近的，如今这宫门都要下月了，你怎么跑到朕这儿来了？臣女今来，是向圣上投诚。你我本算是一家，何来投诚一说？圣上励精图治，正值当年。如今秦贵妃怀有皇嗣，本应是大权当握，但内有太后娘娘干预朝政，外有薛家根深难除。圣上行事处处受人掣肘。如今朝中虽有人挖出了能够撼动薛家的旧案，然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要使巨木倾覆，连根拔起，也非一日之功。圣上若欲向薛氏一脉举刀，臣女愿献绵薄之力。哦，你愿意做朕的手中刀？是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姓薛，朕凭什么信你？姓薛又如何？在父亲和姑母眼中，我不过是一颗棋子，
胡用了，随时便可丢弃。既然注定要做妻子，那阿叔自是愿意做这天下最尊贵之人的妻子。阿叔一夜未归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丫鬟不是说她昨日入宫去了吗？她有所宫中，侍奉太后也是常有的事情，我看不必为她担心。只是她这一次不顾我的命令，擅自出门。等她回来以后，必须家法伺候。王公公。恭喜国公爷了！何事恭喜啊？令爱昨夜留宿御书房，今晨已被封为贤妃娘娘。圣上命我来传旨，可不得恭喜国公吗？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谁让他来的？滚出去！母后息怒。是啊，您可别为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狐妹子，气坏了自己的身子啊。后妃每日给娘娘请安是宫规，既然您今日心情不佳，那臣妾明日再来。臣妾告退。阿叔，公主有话要同本宫说。为何要这样做？我做了什么？不知廉耻，自荐枕席。公主不妨问问自己，我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？我何时逼过你？没有逼我，你我多年情分，可在你心里，我却不如一个江雪宁。我与临淄王天生一对。可他却爱上了一个什么都不如我的江雪慧。他不愿娶我之时，你在哪里？我被薛家视为弃子之时，公主殿下，你又在哪里？而今大悦来犯，该去和亲的人是你，又凭何要我代替你去？所以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是对的吗？你与我论对错。公主未曾尝过一切都失去的滋味，等到了那一日，便会知道，所有的人都会同我一样选择。这世上只有胜败，没有对错。他竟真做得出来。我原以为他骨子里该是傲气自负的，没想到时移世变，他竟这般自甘轻贱。不过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此事外面已经开始议论了，他便是得了妃位，也坏了名声。他看似坏了名声，
却保全了自己。眼下死局又回到了公主身上。圣上还是未能下定决心下旨。那可是朕的亲妹妹啊！可她也是大前的公主，理应为圣上分忧。如今圣上面临两难，既不放心燕家，又不能把兵权交予薛家，朝中无强将可用，开战并无胜算。臣妾也觉得，此时不战才是上策。何出此言？大越王权更替，新王登基。若说他们真的想打，倒也未必。依臣妾看，这只不过是大越新王想要立威、收服大越民心的手段罢了。但或许，和亲才是他们更想看到的结果。大越狼子野心，和亲只是扬汤止沸。若真的是让芷衣远嫁之战，那朕的脊梁骨都得被天下人给戳烂了。臣妾知道圣上为难，但战败才叫和亲。咱们此时议亲，只是修两方之好。若一桩婚事能够免去一场战事，天下臣民只会对圣上感恩戴德。其实说起来，芷衣年纪也不小了，本就到了该嫁之龄。芷衣远嫁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待日后边关稳定，圣上牢牢握住了朝堂，咱们再把她接回来不就行了？帝王卧榻，醉忌他人酣睡，圣上不可能无缘无故封她为妃，尤其是在这种风口浪尖的节骨眼上。想来想去，答案只有一个：薛叔自断羽翼，划清界限，从此调转枪头，为圣上对付薛氏。在对付薛氏这一点上，也算是好事。但对公主不是，若公主当真和亲而去，来日与大越开战，她就会第一个死。你怎么知道一定会开战？